今天的研讨会呢，我们主要讲的是 GMAT 里面，我认为是跟 AI 最后的堡垒，叫做 Multi-Source Reasoning。那我们要怎么去解题？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它真的很考验人类的耐性。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以前GMAT有 RC 就够麻烦了，RC 就大片的文字，还要占好几道题目。好，那对于我们非母语考生来讲，我们看到很多的文字，就是还要去组合，心里面就够烦了。但是现在呢，MSR 就更烦了，因为第一个就是它的时间不合理啊，就是我觉得 data insight 这个科目里面的时间，你怎么可以说45分钟给我解20题？一道题目应该至少要2分半3分钟才对啊，结果你用了这个这么紧的时间分配，然后要给我解这种题目。然后第二个就是 MSR 在这个题组里面呢，就是它有好几个分页，然后重点是最可怕，这些分页不是只有文字，还有图片。然后呢，这个题目又不一定是考就是推论题，又不一定是考就是文字推理，还有可能考数学。然后再来给大家一个坏消息，大概从3月份开始到几月不知道，这个坏消息叫做正式考试里面 DI 这个考科以前只会考1篇 MSR，现在有可能会考到2篇 MSR。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研讨会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你平常做 MSR，我给你一个硬性的标准，就是说你平常做 MSR 3题里面对不超过2题，再来就是你平常做 MSR 一个题组就是3题的这种题组，好，你做的时间会花到7分钟以上，OK，甚至到8到10分钟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我建议你平常 MSR 的练习就要多一点。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方式，你一定要用在平常的准备之上，因为你在考试的时候就有可能不但 MSR 爆掉，还可能会让你其他的题型都爆掉，因为时间的压迫。但是我们也不用这么害怕 MSR，所以今天我要注重的是2个点，就是我每次的研讨会都不是专心在只有在解题目身上，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只会去看到2篇，但是我希望从解题目的过程中让你看到说考试的技巧是什么。好，比如说 MSR 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资讯吸收能够顺畅，这是第一点。第二个，MSR 里面有很多的垃圾资讯、无关资讯，我们要怎么去提前避开，这是第二点，用正确的流程避开。再来第三点就是我们平常检讨的时候呢，能不能结合 AI 做一个更有效的检讨？好，我可以很老实的跟大家讲，AI 现在它的解题方法、解题技巧，其实比95%以上的学院教学者都还要厉害。那你会说，Dustin，你是不是5%？我会说，我不是，我不是5%的人，我必须要老实承认，AI 的解题方式已经比我都还要厉害了。但问题来了，它的潜力能不能被你发挥呢？就是你作为一个备考者，你能不能够善用 AI？不是只是说看到故事内容不是只是说看到这道题怎么解，而是说它能不能够帮助你改善你的思维。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让你看到的。好，就是如何要用 AI 善用检讨，然后这个检讨不是说只有在这一题可以用，你在未来每一道题目都可以用得到。好，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要说我跟 AI 比起来有什么价值的话，绝对不是在解一道题的技巧上面。因为这个就是 AI 做的完全比我好，我完全承认。但是我的价值会是在说，今天这道题你学到的东西能不能应用在下一道题身上，这是我能够给你的这样子。所以今天的这个研讨会的特色，我们再重新叙述一下，不会有很多道题，所以如果是想要看很多解题的同学，可能要失望了。但是我们的重点也不是在解这道题身上，我们的重点是要去跟你分享实战中的技巧，尤其是人类思考局限上的技巧。对吧？第三个就是我们会分享说，那在就是平常检讨的时候，你可以如何去善用 AI 去搭配题目去做练习。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准备要开始。我们今天大概会花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时间。首先呢，假设这是一道你在考试中所看到的 MSR 的题目，那我们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你可能会说 Dustin，我就要先来赶快看第一个分页吧。好，这个不是我现在建议的步骤。好，如果你今天是母语考生，你今天是外国人，好，那你可以说那我们就赶快来看文字啊，因为对外国人来讲，文字多文字少，它的吸收没什么分别，没什么障碍。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的母语不是英文，然后你的英文阅读平常有没有在就是大量阅读的话，你只是为了考试去做题的话，那这样子做会让你陷入很大的慌张。一方面你又要去处理理解，一方面就是文字的量一多，你的速度开始变慢，你的心情它会开始焦急。如果平常不现实的话，不会有这个问题；一现实的情况下，所有问题都会出来了。好，所以我的建议不会是叫你读第一个分页，OK？那你说第二个或第三个分页呢？可以，这是可以的一种方法。所以有一种方法叫做，你可以先读一下字最少、图最多的分页，像比如说第二个分页、第三个分页，因为所有的 MSR 都会有一页是纯文字，这是官方在设计题目在 OG 里面就已经讲过了。
当然有些题目很夸张，是3页都是纯文字啊，但是呢，绝大部分的 MSR 都是文字配图片，好，文字推表格，所以呢，你可以去挑挑看有没有字最少图最多的分页去读。那我们在读这些分页的时候，我们的习惯是什么呢？同学的同学应该很熟悉了，就是习惯是我们在这种分页也不会去先读文字的注解，我们会先稍微看一下图或表。但这个看图跟看表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会先看它的栏位的标题。好，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also detail，这个谜题的细节，对不对？好，比如说像看这个地方，这边好像有就是4种谜题，然后这个4种谜题好像都需要东西，然后还需要额外的东西，然后会得到什么奖励？我们看的时候呢，不需要去进一步的去推理或者是整理这些数据。Dustin 这个数据是顺向排列的这个 Dustin 这个数据是正相关，对不对？或者是那个图表里面那个点状图它呈现什么样的位置，或者是什么折线图是不是有什么趋势，都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因为一个图或一个表数据的组合，就算是我们看到这么简单的一个图表，都是4×4再乘4再乘4，对不对？这个组合太多了，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整理，整理不完的。你题目都还不知道考什么情况下，你干嘛去整理它，对吧？好，所以你看图表的时候，就关注一下这个，先关注一下图表的标题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呢，再去看这个图表外面的这个解释。所以先看图表的栏位，再去看图表的解释，但是不需要去想说这个数据你要怎么去预处理，你不需要对数据做预处理。那我们现在大概看了一下，大概知道说，就是这个图表它应该就是在讲说，解一个谜题我们需要用到什么样的资源，然后解完之后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奖励。那文章里面我们也看得清楚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第2个图表，也是一样，我们不需要对资讯做预处理，不需要去想谁最多谁最少。好，稍微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道具。好，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道具，你要买你要花的钱，或者是你要卖你可以卖到的钱。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个文字的部分，就是说，为什么会后看文字？是因为你先看图表，再回来看文字，你会比较容易理解。对每一个这个 item，每一个道具来讲，这个图表它显示了购买的价值，还有就是兑换的价值，对吧？好，那今天呢，你可以去同一件道具，你可以去多去购买。好，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文字不能跳过？因为文字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细节，比如说如果是几率题里面，你取后放回，取后不放回就差蛮多，用不同的处理逻辑，对不对？但像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你如果一个道具只能买一次，买完就没了，还是说这个道具你可以买很多次？那个我们等一下计算的逻辑会不一样。所以像这种文字我们还是要看好，只是呢，我们处理的顺序不会是先看文字再看图表，而是先看图表再回来看文字，我们会比较容易去理解。那这边就有去举例说，比如说你有20块你可以不用说这2个买一个，你也可以说其中一个买2次，对不对？好，大概去理解。好，这是一种切入的方式，就是我们先从3个分页里面字最少图最多的下手。但是呢，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图本身你也看不太懂怎么办？好像这边并没有，这个图本身是很好理解，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表格，对不对？但有一些表格就真的是密密麻麻，好，这个横的栏位就有7、8行，然后呢列有很多列，或者是有一些图形，它就是一个什么非典型的图，什么流程图啦，这个甘特图啦，或者是那种奇奇怪怪的什么武力分析啊什么之类的，对吧？那种图表你如果直接一脸撞上去，其实老实说，对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恐惧感就是没有比看纯文字好太多了。就是你撞上去还是会觉得我到底在读什么东西。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你可以先读问句，先读第一道题，因为GMAT 考试它一次只会给你看1道小题嘛，那没关系，我们就先读第一道，先读看这个题目它到底要问我们什么。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再回去看那3个分页，我们比较能够知道重点在什么地方。我帮大家做个 wrap up 就是 wrap up。好，这边的 wrap up 就是第一个，你不用一脸撞上全文字的分页，除非你是老外你对你自己的阅读能力速度很有自信。你先去看字最少图最多的分页，然后呢，从图开始，不需要去做资讯的预处理，先观察图的横轴、纵轴的标题，然后呢再去看图旁边的注解。那这样子依序读完。那如果你今天发现这个图并不是很好的理解，或者图表的资讯真的是很复杂，你一脸装上去也不会好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来看问句。那我们来看假设我们看问句的时候，先来看第一个问句。第一个问句跟我们讲说假设注意看每次你碰到问句的时候，你都要速度变慢，不管这个问句是长还是短。像这个长的，当然里面可能会藏了很多重要的资讯，短的也是一样，短的你也要速度变慢。所有题目里面，尤其是 MSR 里面，问句最重要，因为 MSR 有个特色就是所有的资讯不会全部考到，有可能你全部做完3题之后，你再回来去调查，会发现说这整个题目用到的资讯只有20%到30%。如果你不信我的话，你可以等一下去试试看，随便抓1道 MSR 的题组，
然后你去检讨，把所有的题目用到的资讯在这个3个分页里面标出来，你最后会发现有很多资讯你写在那边不知道干嘛。好，3个分页3个题目做完之后，他也没有要考你。好，所以呢，会有很多垃圾的资讯。那我们用题目来当出发点，就可以去整理，看看我们等一下文章需要读到什么。那我们先来看，假设今天游戏的设计者在游戏里面呢，他设计了一个第5个谜题，一个独立的谜题。这个谜题是洞穴谜题。那么这个谜题呢，要求你今天要解它，你必须要用到1个灯笼跟4个额外的任何的道具。那在假设没有其他的条件变动的前提之下，下面哪一个呢会是最小单位的钱币？是你现在如果没有任何道具，好，注意哦，如果没有任何道具的情况下，你用最小单位的这个金钱可以去买到去解这个谜题所需要的必要的道具。那你现在就知道，等一下，如果你刚刚还没有读分页的话，你等下就知道，第一个，我们读分页的时候可以带入一个角色，叫做玩家。我们说做所有的 DI 题，在之前 Dustin 研讨会都有说过，做所有的 DI 题都需要请你去带入一个角色，因为 DI 它本质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全应用题，全部都是实际生活的情境。再来就是资讯非常的杂，非常的零碎，所以呢，如果你带入一个角色，你可以很好的去整合资讯。所以第一个我们知道带入的就是玩家，玩手游的玩家。好，然后第二个带入就是特色是，我们等一下回去文章找的资讯，因为这道题是要我们去求的解一个谜题会需要的最低花费，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每个道具的价格，对吧？所以这样等一下回去看3个分页的时候，我就会去特别关注哪些地方跟我提到了这些道具，好，尤其是这个 lantern，尤其是灯笼，还有就是到底这些道具的价格是什么？因为我需要这些必要资讯，我才能算出来最低的金额，对吧？好，那这样子回来去看分页的时候，好，你就会把重点特别关注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讲到道具的价格，而且他讲的任务也是别的任务，应该是关注在这个地方，好，道具的价格，然后还有就是关注在可能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我们漏掉的资讯。那 anyway，不管你今天是先读这2个分页，还是你今天是先读这个问句，你都会回来看完这2个分页，最后你才会需要去面临纯文字。那这个时候面临纯文字的时候，我们有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个题目的背景了，就是它可能有道具，可能有谜题。然后呢，这个道具还可以跟金钱去做兑换，或者是购买，对吧？第二个就是我现在带入的角色是我是游戏玩家，那有这些前置设定之后，你再看文章会更好去理解。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文章哦。那文章说有一款游戏它是由4个谜题组成。那4个谜题呢，玩家可以自己去选择顺序。那这些谜题彼此之间互不隶属。那这些谜题呢，各自独立的，分别叫做森林、沙漠、山丘跟海洋。那接下来他就跟你解释说，那你玩家一开始的时候呢，你有3个道具，分别是罗盘、瓶子，然后分别是绳子。来，这个时候我相信同学肯定会想说，Dusty，我是不是需要去写一些笔记？我是不是需要去写这个是 F，这是 D，这是 M，这是 O，或者是去做个表格在我的纸上之类的？大家先不要激动为什么？我知道有些同学在看数学的时候会有一种劣势的习惯，就是可能边看题目边写未知数，有没有？边写那个数字，然后边去导算式。但是 MSR 不一样啊，MSR 不是说每一道题都要计算啊。还有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人家的导向是什么，MSR 里面有很多废资讯，你去记的没有意义。好，所以一样，在看文字的时候就纯粹看就可以了。尤其是这些文字有可能是零散的，你只要用你的人设在心里面去把它建构起来就好了。你还不要去对资讯做任何的预处理。所以我是玩家，那我知道有4个谜题要等我来解，然后接下来我手上有3种道具是 C 跟 B 跟 R。那接下来最后一句话说，好，那每件道具都只能够在解谜的时候去使用一次，或者是说去兑换成硬币。那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嘛，所以这边就很好理解的，不会说是好像一个全新的故事要我去发掘。那一开始你是没有任何的硬币，你只有这些预设的道具。那今天我们再回来正式做第一题的时候，你可能会说 Dustin，那我就直接来算，不行。这时候会建议你重新回来读一次问句。你说 Dustin，可是我刚刚读过问句了，我现在再读一次，不会很浪费时间吗？我要跟你解释一下，这2次读问句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读问句的意义不是为了解题，是为了让你在看文章的时候，在看这些分页的时候，你的思绪能够比较集中在某些关键资讯之上，或者是你比较能够有个心理准备。这个问句第一题告诉我这是游戏，这个是有道具的，你可以知道情境大概是什么，你比较容易组合资讯，但它不是为了解题。好，再来第2次阅读问句才是为了真的解题。
而解题的时候，问句里面可能会藏有一些陷阱，或者是一些跟文章里面不同的新资讯，你这时候就才要重新注意看。举个例子哦，来，假设刚刚我们看这个问句，只知道说，哦，我们今天是一个情境是我们在玩电动，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新的谜题要解，那这个它要我算出。就是我到底写这个新的谜题，我要花多少钱？回来的时候，我看这些文章，第一个我可以知道，哦，我就是玩家，所以这些资讯可以比较好吸收。第二个，我知道这里面呢，就是每个道具所需要花的钱，买的这个价格是我需要关注的地方，它帮助我理解了。但是如果这个点上，我们现在回来做题目，不回去看问句，就会发生一件事。然后我们现在重新看一次问句哦。他说：好，来，假设今天有一个第五谜题，如果你不回来看问句，你可能就会觉得，哦，Dustin，我是不是这边要去想这个，要去想这个分页？事实上，这个分页跟你完全无关。这个分页是原本的4个谜题，我们要的是一个第5个谜题，所以这个分页是完全无关的。你要回来重看问句，你才知道他今天要的是第5种谜题，而不是前4种。那这第5种谜题呢？你看哦，你再回来重新看问句，才知道这个谜题的要求是一个灯笼加上4个任意的物件。那你刚刚看的时候可能会忘记，对吧？你看完问句之后再回来重新看这些分页，你可能会忘记说这个谜题到底需要加多少物件。现在我们确定的是一个灯笼加4个额外物件。再来，其他东西都暂时不换，但是你可以看到这边有细节哦。他说下列何者是最小需要用到的金钱？那当然，最小需要用到的话，哦，就是我们就知道说，就是从最小的那个选项开始看嘛，或者是你直接，要么是直接算出来一个值，要么就是今天你如果要用代数字的话，就是用最小的数字来代进去。有2种方法啦，一种是直接把值算出来，另外一种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正面的方向，你也可以用代数字，可是代数字就是要用最小数字代，不然你带了，比如说带了70，你能成立；55搞不好也能成立，那就是55搞不好还最小。所以如果是有最小或最大的话，有最小的话，如果你等一下选择代数字，从最小数字来开始带；有那种最大的话，就是从最大数字开始带。那他说我们今天需要知道最小的这个购买金额，如果呢，这边重点来了，他给我们一个新的情境，就是这个玩家现在是没有任何的物件。你看这个就跟文章里的资讯是不一样的，他改了一下文章的资讯。他说其他的事情都没有改，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地方改了，就是你是一个玩家，是一开始现在是没有任何的物品，没有任何的道具，所以换句话说，这边的资讯我们都不能下。如果你没有回来看这个问句，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啊，那不是一个人一个这个灯笼加4个额外的物件，你可能就会去想说，好，那我今天有这些东西，我没有灯笼，我是不是把东西卖一卖换灯笼，对吧？你可能就会想说，是不是我就会去把这个罗盘卖一卖拿多少钱，罗盘卖一卖拿10块，然后呢，这个就是绳子啊，这个瓶子卖一卖拿30，那我可能卖一个罗盘，然后换来什么其他的物件，但不好意思，那个叫做文章里的预设资讯是这样子。可是呢，我们要以问句为这道题设计的情境为准，问句就是告诉你说，今天我就是没有任何道具，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从头开始打造。那如果你没有回来看问句，就会忘记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你就会完全解到错误的答案。这边有理解的同学可以帮我打一个2吗？我们刚刚要强调的事情是，看问句2次并不是什么错，因为2次的目的不一样。第一次是帮助你理解原资讯，这个叫做 source materials。第2次才是帮助你真正的去解题，而且2次都要看得慢。我们现在来看哦，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境叫做我们不需要管这4个谜题，而且我们现在手上没有任何的道具，所以我要想我到底要多少钱。首先第一个这个 lantern 灯笼是必要的，所以它的价格是15块，我确定是有的。然后接下来呢，我还要4个任意的物件。那这个任意的物件，我们还记得刚刚有看到这个文章的注解吗？说这4个物件是可以重复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注解，你可能就会想说，是不是这2个买完一次之后就要去买更贵的？不是，这4个是可以重复的，对吧？Multiple item of a given type。所以呢，最低价格应该就是我们拿最便宜的凑一凑。灯笼是一定要买的，那其他4个最便宜的凑一凑都是10块钱，所以40个10块钱加上一个15块就等于55块，所以这题答案是55块。虽然这题看上去事后看好像很简单，就是单纯的就是选择加总，但这题不简单的地方就是你的做题的顺序，你不能够忽略问句的重要性。这道题目，哪怕你只要忽略了这一小段文字，你就会算错，因为这一小段文字是这一道题特殊的条件，它把这个覆盖过去了。这道题它告诉我们，其实不是说数学有多难，也不是 MSR 有多难，它告诉我们其实是资讯流的重要性。
在资讯流里面呢，我会建议你，你可以一开始为了好理解原资讯去读一次问句，好，但是呢，你回来做题目之前，你一定要再读一次问句，因为有可能问句里面藏的细节，是可以覆盖掉题目里面的资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第二道题目。来，第二道题目呢，他说，假设有一个玩家，他已经解决了4个谜题，就是文章就是我们的那个原资讯里面的4个谜题。那根据表里面的资讯，下面这几种道具的类型，选择 yes， 注意要读得慢一点这边有可能选择 yes 跟 no， 还要求的是不一样，因为有的时候很多同学我看到他在解题过程中，他把每一道题都问句都没有仔细看，他以为 yes 就是什么可以推得出 ，no 就是不能推得出，或者是 yes 就是文章有提到，no 就是文章没提到。可是每一道题目对这个东西的要求都不一样，所以你问句一定要速度放慢，仔细看。好，select yes if the player must have purchased at least one such item in the game. Otherwise, select no. 好，来，如果今天玩家要去解掉这4道谜题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至少买一次那个道具。注意它是要买，不是要用买跟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手上原本就有，你就不需要买，可是你可能会用得到的。但如果你手上原本没有，对吧？好，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去买，这样的概念。好，那 otherwise select no， 重点是买，不是用哦。首先第一个这道题目，回到我们的代入法，我们是玩家，我要怎么确定有没有买，对吧？重点就是第一个，我解题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得到，一定要用到我才会去买，有可能才会去买，还要满足第二个条件，就是除了要我用，还要我手上并没有，对吧？如果我手上有，我就不需要去买。好，所以你要先整理出这个思绪，再回去文章看。好，很多同学在这边会犯的第3个问题就是，他只是把这个问句看完了，他没有带入那个角色去做整理，他就说OK，反正就是要问我说必须要买的，然后就回去文章看。你自己心里面都还没有一个确切的那个目标在，你就回去文章去找资讯，你不是找死吗？对吧？正确的目标应该是第一个带入思考，我是玩家；第二个我是玩家，我已经解完了，我刚刚解了4个谜题。那今天重点是我在解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人要？是不是我必须要买？那必须要买，拆解成什么？就是既是谜题需要，也是我手上没有。所以它其实是有点像是什么？你知道，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做那个 data sufficiency 里面有没有？我们要去确保这个资讯是不是必要，是不是充分。其实必要充分这个观念，这是 GMAT 非常重视的观念。看这边又考出来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时钟。好，那我们先确定时钟到底需不需要买？不需要，我也没有必要买。解题的过程当中，解题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它不是必要的东西，第二个它也不是额外的这个东西可以随便乱配，没有说指定要什么的 type。所以时钟这个部分呢，好像我没有必要去买，因为它既不是必要，然后呢，额外的东西这么多种，我也不一定要用时钟，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会选择的是 no。第二个罗盘，罗盘解题的过程需不需要？有需要。那我到底有没有呢？我需不需要去买？我确定我有罗盘，所以呢，我不需要去买，我可以直接用我预设的东西。所以呢，这个也是 no。第三个船，那第一个船需不需要？船的部分是需要的。那再来，我手上有没有？没有，所以我肯定要去买了。所以这边回答的是 yes。你看我事后你听我这样讲解，这个逻辑会觉得好简单哦。但是问题来了，你在考试的时候你能够做得出来吗？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今天我讲的题目不会很多，是因为MSR 事后看都不难，真的不难，除了可能有些题目计算量多一点，难是难在你到底能不能有效的处理资讯流，对吧？好，所以你看我刚刚才会特别提醒你说，在这些题目里面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然后同学会犯什么错？像我就看到很多同学犯的错就是他把这个买当成是用，你哪这个字也没有到多难啊。但是呢，他可能就是长久以来不重视问句，长久以来轻视问句，然后当问句他读的不仔细的时候，就有可能会犯这个错误。那我们再来看第3个题目 ，Each following statement about the 3 items with which the player begins the game。对于我们玩家一开始所拿到的3款预设的道具，好，然后对于以下的叙述，什么情况下选择 yes？如果这些叙述它符合文章里面所给的资讯，那就选择 yes。
不符合，我还要去选择 no。那它就是单纯的这个就是细节题了。那你看我刚刚读的时候也很仔细的去解读每个字，因为这个 yes 跟 no 它到底是文章里面的资讯，还是说文章里面能不能推得出，还是说文章里面能不能去解释，这就很差别很大。它今天只是能不能反映就是这个文章里的资讯。首先第一个。你 total exchange value of list items， 这些 list item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题干里面讲到的3个预设道具。所以你看题干的阅读非常重要。好，我这边读的特别慢，是预设道具。好，你看哦，题干的预设道具，他说它的 exchange value，注意哦，不是 purchase，不是你买的价格，而是你交换出去，你就是等于说你卖掉的价格，卖掉价格的总和是40块。当然呢，这个就很简单了。我们都知道卖到价格是在其中一个分页，所以呢，罗盘这个瓶子跟绳子，我们就把这个加一加，就是罗盘10块，然后呢瓶子15块，然后绳子15块，加一加40块。这道题根本没什么困难的哦。答案是 yes。第二个，说我们把瓶子跟绳索这2个东西卖掉之后呢，就可以让我们有钱去换一艘船。那我们就当然是回来稍微对一下，绳索跟瓶子这2个加在一起30块，卖掉之后换一艘船，这种题目超简单。然后第3个就是这些道具，这3个道具加在一起本身就已经可以足够的去解掉海洋的谜题。那我们看海洋谜题需要什么东西？需要一艘船，对吧？但是呢，它需要有3个额外的道具，不是啊？那我现在用掉船之后，我就只剩下2个，对不对？不对，应该说我没有船，对吧？我的预设的东西没有船，然后我这3个东西，罗盘，然后呢瓶子跟就是绳子。那如果我要换一艘船，我可以卖掉谁？我们发现一艘船需要30块，那我就必须要卖掉至少2个东西的，至少卖掉这2个最值钱的东西。那我换到了船之后，我还要再多剩4个道具，我只剩1个。那我罗盘卖掉之后，能不能剩4个道具？不可能，为什么？你卖掉之后就只剩10块钱，怎么样生都生不出另外4个道具。所以最后这道题答案是 no，not sufficient。